嗨，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因为农历过年快要到了，那就有非常多同学呢传简讯来咨询课程。也许他们是想要在过年之后呢换一个工作，又或者是呢想要帮自己找一个副业。所以他们来咨询的时候呢，很多同学会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对于这个美睫啊、热蜡除毛啊，还有纹绣啊，我都有兴趣耶。可是我到底要先选哪一个我会比较好入门呢？”好，这是蛮多同学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也许他对很多都有兴趣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选择，做一个开始。我今天就来帮大家剖析一下，如果我今天要踏入美业的一个小白，我必须要从哪边做起点呢？美睫这个项目基本上呢，它的学费呢是属于中等的，也就是3到5万之间，那你就可以创业。那好学会吗？它其实是非常容易学会的。其实我都常常跟我们的同学说，美睫就像作业员一样，只是有的人一开始学的比较快，有的人学的稍微慢一点。但是其实认真的学习，半个月到1个月之间，大家都会有所长进的，除非你没有在认真练习。所以它基本上是非常容易学会的。那至于成就感吗？成就感当然是非常的多的。为什么哈？就是我们在刚做完一个客人，然后他打开眼睛的那一瞬间，你就觉得哇，好美啊！你就觉得你自己很棒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客人再拿1000块给你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开心，那个成就感简直就是爆棚。学习美睫它有环境的要求吗？如果同学一开始要选择当副业的话，它是比较没有环境的要求。例如说，我们的美睫师可以一开始先做行动美睫师，那你可以到客人家里面，或是请客人到你的家里面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那当然也可以租个1天的床位，然后约客人在那边做。所以美睫它是比较没有环境的成本因素。美睫来讲，它相对呢是会比较注重我们眼睛的寿命，所以我们会建议同学要在40岁以前要做好学习，因为40岁以前学好了之后呢，你后面还可以用个5到10年。可是如果你45岁才来做学习，其实后面就会比较吃力一点。接着我们就来讨论热蜡除毛。那热蜡除毛呢，它的学费基本上也是差不多3到5万之间，你就可以学得很澎湃，可以创业了。热蜡除毛它好学习吗？我个人是觉得热蜡除毛是3项里面最容易学习的，但是你还是要有认真去学习啊，不是说随便涂一涂撕掉，像贴口皮药膏撕掉沙龙pass这样，当然是不可以那样，所以它还是需要透过专业的练习。成就感的部分呢，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有成就感，就是说基本上啊，通常会当除毛师的人，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被除毛，那他也很喜欢看别人把毛除光光，因为那唰那一下的一种很疗愈的感觉哈。我觉得基本上做除毛师也是很舒压的，然后呢，你帮客人除完毛之后，他一样拿钱给你，你当然还是很开心的啦。所以我觉得成就感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我们今天要做热蜡除毛，不单单只是做除手毛、除腋下、除脚毛，那最赚钱的部分还是要去经营男生或女生的私密部除毛。那有些人他可能专门做女生，有的人喜欢做男生，这都 OK。私密部的客人他的粘着度是非常高的，这时候就要讲到，如果你要做私密部，其实你要有一个小店会比较好，而且你的小店呢要有独立的空间，然后这个空间呢要给客人有安全感，并且你要有这个卫浴设备哈，然后例如说有漂亮的淋浴间这样，那客人的观感也会很好。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做热蜡除毛呢，它对环境的要求会稍微高一点点，但是呢，热蜡除毛就没有寿命的问题，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学习，你可以用到60岁，你还可以继续做除毛是没有问题的。第3个我们就要讲到雾眉、眼线或者是这个刷嘴唇哈，都是属于纹绣部分。那基本上这3项呢，我觉得差不多，都不会很难学。可是对于一般没有踏入过美业的同学，他就会觉得这有一点点难。那因为由于它是3项，所以它的学费呢也会稍微高一点点，学费大概是落在6到10万之间，因为它是3个项目嘛。当然，如果你只有学习雾眉的话，那大概就是3万5到5万之间，也是跟美睫差不多的。平常有在帮别人画眉毛的，或者是对线条啊，你是非常敏感的，例如说有很多同学是美工科的啊，或广告设计科的啊，这些呢对线条、图形，他们都会比较有敏感的这个敏锐度，那这样子的人学习就会比较快。但是多数的人都不是，所以呢，它的难度真的是中等，会稍微难一点点。那至于成就感的部分呢，我觉得是跟做美睫和除毛是差不多的哈，因为我们帮客人做完一个漂亮的眉毛，或者是漂亮的这个眼线，你通常是自己会觉得很开心的。当然，你可能会更开心，因为客人可能会给你更多钱。因为它难度比较高嘛，所以客人要给你比较多钱，这也是合理的啦哈。环境的部分呢，我觉得虽然做纹绣也可以做行动的纹绣师，可是我觉得基本上会做纹绣的这个项目的客人呢，他们通常会比较需要安全感跟信任度，所以基本上你没有一间店的话呢，对客人好像是比较没有说服力的。所以我觉得单纯做纹绣这个项目呢，你可能真的需要有自己的工作室，或者是你要有自己的店。
这样。如果你做行动纹绣师呢，可能说服力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，你在招揽客人的部分也会稍微难一点点。那至于寿命的部分呢，基本上纹绣师我觉得是可以做到应该65岁没有问题啦。所以呢，你才会发现君老师，一开始是做这个美睫，但是呢，后面就慢慢全部都转型做纹绣比较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帮我以后，我会帮我未来的20年帮我找一个工作啊。因为虽然我现在眼睛还非常的好，可是难免还是会遇到那一天老花眼的来临嘛，所以我非常的害怕。当然呢，这个过程我们也要非常认真的照顾我们自己的双眼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3项我都已经分析完毕了，接下来我就要做结论了，就是说很多同学呢，也许他对这3项都非常有兴趣哦。那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3项都非常有兴趣的话呢，身为小白，你先学美睫，因为美睫呢，它比较没有这个成本上的考量，也就是说环境的成本考量。那你刚学习的时候呢，比较容易成为副业，例如说你下班之后可以接 case，那你慢慢的接 case， 有一点收入之后呢，你是不是就会有信心可以租一个小空间来做你的工作室？那接下来你租一个小空间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就可以增加一个隐秘的操作室，可以做除毛？那有一个好的卫浴设备，可以来协助你做除毛这个副项目那这样子你就同时有2项了。当你这2项呢站稳之后，我相信你一定就会有赚到钱了。那这时候你再来学习做纹绣，那就是一个最佳解答。如果同学你只喜欢做眉毛和眼线，你就偏偏不喜欢做睫毛的话，你就不要去学习做睫毛，因为学习做睫毛非常耗眼力，而且也很耗耐力。如果你非常喜欢做纹绣，那就直接从纹绣开始了。因为我个人是觉得，我们最终一定都要走到除毛或者是纹绣，因为这可以让我们吃到60岁的嘛。所以呢，有非常多同学问我，这就是我给同学的一个建议。希望大家看了我的建议之后呢，马上来报3项。开玩笑的啦，不要啦，先学1种，或是先学1种或2种就好了哦。千万不要假劲弄破哇哦！巨大 TV， 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Hello，小天使们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